很多人物是非都是有因果的关系。大家想一想哈，你结婚的那个对象，你老公啊，你老婆的，这个有没有一点点好像和过去有某种因缘？别说结婚对象哈，就是咱们普通交朋友，其实也有一种说，我看他就是有一种缘分，我看那个人那个气质，那个长相啊，听他的声音，我就会有好感，有这样的人吧，是吧？只要有好感的，就有反感的，对不对？所以看那个人，看他走路姿势，听他说话声音，我就反感，有吧？有爱就有恨，无爱就无恨。对，你现在恨的人不一定都是相爱过的。有一个人把你爸打了一顿，你从来没爱过他，那你也恨他，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看似交朋友也好，我们结婚的对象也好，生命之中可能是避不开的一个社会关系，对不对？就是好像发现是有着某种很叫做熟悉的感觉，尤其是有好感的人，其实有熟悉的感觉，人人都会有这种感觉的。有没有人没有这种感觉的？就是你这一生没见过一个觉得看着顺眼的人，有吗？也有的，也有，就是通常特别不自信的人，因为不自信没得到别人认可你，所以我就不认可任何人。就是比较偏忧郁和不自信的人，他会有这样的感觉：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大家都不爱我，我也不爱大家。这也是合理的，也是一种因缘哈。所以很多的事物，我觉得它都是有着这笼统叫因缘，细分叫因果细分叫因果关系。有些小事情的比如和一个人吵了一个小架，其实前后也没有太多的关联的话，这个倒没什么关系了。就是和你的人生发生的很多连接和碰撞关系的人，都和你之间有着某种叫是非情缘。情不一定都是爱情是一种内在的情绪的情。所以这个因缘之中就有了是叫笼统分的话，就是叫善缘、恶缘，还有小善缘。就是你看那个人，尤其是现在女生们多你看那个男生，我觉得很顺眼我就想和他接触，但是没有恋爱呀，没有什么其他的关系。但是比如说他家是个卖小东西的小吃的，所以就看这个老板娘顺眼，我就喜欢到他家吃饭，合理吧对。还有很多人都已经过了喝咖啡的年龄了，看那个咖啡店的小哥长得挺顺眼的，总感觉和自己去世的狗很像。我不喝咖啡，我在那坐一会儿，也让我有一种那种得到精神安慰的一种看着那么顺眼的感觉。对，所以里头还有一种就是反面的情缘。这反面的情缘呢，就是你看了他，你心中有点叫芥蒂，或者就是对他总存有一种疑心、防备。你见了这个人，你就觉得怎么这个人这个样子，你心中有点不自在。但是可以说你之前没认识他，你不认识他。还有一种这种感觉再深挖一下，比如说有一个人在你小时候曾经打过你，可是你见了一个很像打你的那个人，并且是同一个性别，比如说这个男生打了你，长那个样子，但后来见了一个男生有点类似于打你的那个人，你也很讨厌他，最后接近的话，最后说你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冲突性关系，而不是合作性关系。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甚至还有名字，比如说你对那个结尾叫什么花呀张素花、李桂花之类，你比如说你对这个花这个名字觉得不自在，你反正你遇上这个什么花的之后，你总感觉到和他就是就算工作关系
其实扯不清楚嘛哈，但是也不顺手，大家的那种配合的关系也不太顺利。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特征呢？有吧？对，那也有人一听这名字我就喜欢，因为我的朋友那个对我特别好的朋友就叫那个啊，所以我就一听这个名字我就喜欢，因为喜欢这个名字，所以就我喜欢这个人，所以还有就是，所以就有这种一听这个名字我就不喜欢，因为曾经那个名字的人骗了我。对，等以后遇到确实不是那个骗子，是另外一个人也叫这个名字，你也有排斥感，但是你尝试着和他交朋友试试看，最后都不成，如果成了也是被骗成功啊，这结果都是负面的。请记住哈，我现在讲的叫道，天道的道，这个天道再配合今天的课程要讲的叫因缘。因缘呢细分到了很多细节上，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就你嫁给谁，你生什么样的宝宝，你这一生有多少的疾病，多少的财富，还有真正的恋爱有几次啊，或者你是生一儿一女还是只生女儿不生儿子等等的，它都是有一个叫做必然性的一个原因啊，这个东西叫做因果。所以很多人比如说去看各种医生啊，都得了病之后看医生，医生也治不了，到处求医问药啊，就想方设法让自己康复啊。后来也有机缘来到我们的道场啊，跟我们来学习啊，有些确实有些疾病还是对大家是有帮助的，有很多的痛苦也必须要发生的，因为我们有业力。如果简单的在这修一下，比如说我常年应该因某种重要的因缘因果变成的说常年腰痛，可是我就不痛了，来菩提禅修修一修就不痛了啊，那么早晚有一天还会变痛，还会发出来，是因为你之前的因果的关系。我真实的想问一下大家，我们想让自己变得更解脱，真正的更健康，那大家想得到就是吃止痛药的效果，就是吃了3天有效不痛，3天以后继续痛，它只是不是治疗的方法，而是止痛药。你是想吃止痛药呢，还想连病根一起拔掉呢？如果想连病根拔掉，就请大家要听一下接下来的故事。觉真。好，那首先带给大家的一个故事呢，是雷劈的故事啊。这个是1987年的7月份啊，那一天呢，夏天吧哈，天气非常的晴朗，万里无云。然后是在台湾呢一条高速公路上，有一个男子开着车哈往北开，然后呢开到就是路边有一片小树林的时候呢，他就停下车来，他要进去方便一下啊。好，那他正进去了，正要方便的时候呢哈，这个时候本来是万里无云嘛，突然一道闪电，然后咔嚓一声哈，一声惊雷就从他的头顶贯穿下来，就把他当场劈死了啊。那么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人是谁啊？为什么遭到这样的一个报应呢？啊，这个男子呢，他叫蔡如凯啊，出生在台中。他爸爸呢是做木材生意的，还做得蛮成功的，在印尼当时还设有厂哈，工厂。对，那家境呢也是很优越，比较富裕啊。那么呢，这个蔡如凯呢，他是家里边最小的儿子，上面有4个姐姐，所以可想而知啊，华人的家庭啊哈，老来得子，从小父母就视他为掌上明珠啊。那4个姐姐的话呢，都不像姐姐，就像4个仆人一样的这样伺候着他啊。
要星星给星星，要月亮给月亮。那这个儿子长大之后呢，服完兵役，然后老父亲就把家族的生意就交付给他了。那原以为他可以光宗耀祖哈，把生意再发扬光大，但没想到其实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一个人，而且呢又态度又很蛮横啊，做事的这种风格呀也是不讲道理。结果呢，把这个家产呢就开始败落下来。那老爸看着就很着急呀，哈，就赶紧要指点他呀，说儿子这样不行，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不能够那样那样那样。那儿子还不听啊，说哎呀，你这个老家伙了，你这个老套路现在都不合适了，你听我的，我可以的，怎样怎样。那父子就是这样有了冲突之后呢，哈，结果这个儿子就越来的越张狂啊，最后就很讨厌父亲的这种教导。终于有一天啊，就把父母两个人哈，你们不要再说了，不要再烦我了，把老两口赶出了豪宅啊，让老两口流落街头。然后4个姐姐，这4个女儿呢，也都是不孝顺的，也没有人收养2个老人。结果2个老人哈，只能在一个公园的那个凉亭里边栖身下来，在那边过夜。然后台湾的那个警察叫远警嘛哈，就看到觉得哎呀，这怎么可以呢哈？然后劝他们回家，他们又不回，让没办法就给他们送到一个佛寺里边了啊，安顿下来。那佛寺的住持也是很好心的，听得他们的遭遇，说怎么还有这样不孝的孩子哈？就专门请人到家里，把这蔡如凯就请到佛寺来，住持亲自跟他谈话，说小伙子，你这样是不对的哈，这样不孝顺呐，一定要遭报应的哈，要相信因果呀。这个蔡如凯呢，在外面做人呢，还是装得蛮像样的。哎呀，就鞠躬合十，好的，大师，我听你的话，我一定孝顺父母啊。那就把父母又接回家中去了。可是回到家里呢，原形毕露啊！你们2个老不死的，还在外面毁掉我的名声啊，让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不孝子啊！这回我不让你们出去了，就关在家里吧。结果就把父母关到一个小黑屋里边，又遭受凌辱啊，又吃不好，还要骂他们，就这样子。哎呦，结果这个爸爸呀，气愤的哈，真的是非常的又气又郁闷呐哈，然后就发下了诅咒，就说你这个不孝的孩子，有一天老天会劈死你的啊！然后也气他4个女儿嘛哈，就说你们这些不孝的孩子，你们都不得好死，都会得不治之症，就发下了重重的诅咒啊！然后这个妈妈呢，就是精神就受不了了啊，就老年失智症，然后很快就过世了。然后这个爸爸呢，也是就突然就气的，就是有一天就突然就中风了，然后也没多久也就过世了。好，那老两口都过世之后，就是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蔡如凯他开车北上，他本来要去参加一个婚礼的，是喜事来的，然后结果没想到在小树林边，他就是想方便一下嘛，结果本来是万里无云的天空，突然一道闪电，一道惊雷，把他活活的劈死。就遭到了就是这个报应哈。那他那个几个姐姐啊，还有他们的下一代哈，也确实如老父亲的诅咒一般，也是不得好死，得癌症的得癌症，还有得艾滋病的，还有肝病缠身，一辈子这个病病歪歪的哈。底下的下一代的那个孩子也都不太好，结果就在几年之中啊，这个家族就陨落了，就没有什么了啊。这个呢，就是带给大家的这第一个遭雷劈的不孝子的故事。对，这个在人世间的道德观念、道德修养之中啊，那么孝敬父母，这是一个就是最大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人必备的一种基本的做人的境界和原则。因为父母呢，养孩子这个过程啊，是非常的辛苦的。这个父母亲少管你一天，有些你在小时候就可能会死掉了，
甚至被狗咬死，或者被这个偷小孩的人贩子给抓跑，摔死，吃东西噎死，就生命随时处在危机的状态。所以长辈们就说呢，这个养儿方知父母恩呐，就你自己去生了孩子，整个这个赡养的过程才理解父母是对我们也是这样的。但是往往在很多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之中通常是对父母的恩情没有感觉，通常就是说爸爸的严厉尤其是骂过你打过你，这就是我叫仇恨。这妈妈天天唠叨我，仇恨，就是他只留下了一种仇或者恨的这个印象，而很少有一个恭敬、理解和爱的这样一个心情那这个蔡如凯这当中的男主角被雷劈死的这一位，这是真真实实发生在台湾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台湾同学有的人曾听说过这个故事。所以无论你对其他人多么好，或者你会伪装自己，如果这个基本对父母的这个恭敬感恩心一旦失去了，我觉得你其他的道德都是假装出来的，该遭雷劈就遭雷劈，不会因为你对其他朋友好你就不被雷劈不遭报应，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佛法的戒律之中也是讲这个伤害父母者和下无间地狱。在无间地狱这个还有一个含义就是是最痛苦的地狱，还是指永不间断的地狱。永不间断才是称为叫无间就是不会停止下来。甚至是描述到说，哪怕今天咱们住的地球爆炸10次，但是那个地狱不会爆炸，还继续关着你，而且天天在那受着你想不到的巨大的痛苦。折磨人嘛，折磨人的方法就是行行都有专家呀，就让人研究，让你只管痛苦而不会死的这个刑罚多着呢。所以你想做一个好人善人，先学会恭敬孝敬父母，要真学到，我们的故事一个比一个好。这个故事发生在1948年的马来西亚淡边村。那个年代，人们生活普遍贫苦。村里有一位姓张的农民，家里有一个果园，他每天都要去整理果园，收获一些蔬果去卖。有一天，老张像往常一样在果园里忙碌时，突然发现了一只体型不小的穿山甲。在当时物资匮乏的年代，穿山甲被视为可以捕捉食用的猎物。于是老张叫上他的3个儿子，一起去抓那只穿山甲。穿山甲看到有人来抓它，立刻钻进了山里的一个洞中。老张带着3个儿子使用各种工具去掏洞、灌水，但都无济于事，那穿山甲就是躲在洞里不出来，他们也拿他没办法。这时，老张39岁的妻子正好怀孕4个多月，看到这么大的动静，也想帮忙。虽然身体不方便，但他头脑灵活，就出谋划策说：“老张，孩子们，听我的，我们在洞又架上树枝，你们去捡些树枝柴火来，烧这个穿山甲。火一烧，准保它会被烫出来，如果烧不出来，烟熏它，它也会出来的。”老张和儿子们听从了他的建议，在洞又点起了火，烧了很久，还是没能把穿山甲逼出来。最后他们放弃了，认为穿山甲可能已经被熏死在洞里了，于是一家人就回家了。5个月后，张太太分娩了。在家中生产的时候，当婴儿咕咕坠地，接生的人们全都吓傻了，没有人向这家人道喜，而是发出一声声惊叫。
作为母亲的张太太要求看看自己的孩子，当她看到新生的女儿时，尖叫一声晕了过去。究竟是什么样的女婴让在场的人都如此惊恐？原来张太太生下的是一个穿山甲女孩。这个女婴的皮肤、脸色全都与穿山甲一模一样，浑身长满了鳞甲，脸是尖的，嘴也是特别突出的形状，没有一根头发或毛发，只有一身鳞甲。很快，这个女婴怪异的消息就传遍了村子。村民们听说老张家生了个怪胎，便纷纷上门要求他们交出这个妖怪。村民们认为在村里出生这样一个不祥之物，会给整个村子带来灾祸，影响所有村民。但作为父母，老张夫妇虽然也被女儿的样子吓到，却不忍心让孩子被村民们打死。于是他们对外谎称怪物已经死了，没能养活，这才打发走了村民们。就这样，老张夫妇将这个女孩养在家里的一个密室中，从不让她见天日。他们给女儿起名叫张四妹，因为她在家中排行第4。可怜的四妹在密闭的房间里长到了10岁，从未见过天空，也没出过家门，只有家人知道这个秘密。四妹10岁那年，身为农民的老张得了重病，病情严重，已经到了临终的时刻。据张太太描述，老张临终时非常痛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看着趴在床边的四妹，他在巨大的痛苦中喊道：“孩儿啊，你跟着爹一起去死吧，留你在世间，爹实在不忍心啊。”老张知道这样特殊的孩子留在人世间只会受苦，没有享福的日子，因此他不忍心让女儿独自留在人间继续受苦。最后，老张含恨而逝，而年幼的四妹并不理解父亲的痛苦。时间流逝，从四妹1948年出生，到了1982年，她已经快40岁了。在这30多年后，村民们才得知，当年那个怪物并没有死，一直生活在老张家中。村民们再次聚集起来，想要看看这个妖怪。但当他们见到四妹时，发现虽然她外形怪异，但因为从小只接触家人，她并没有伤人之意，也没有那种心思和能力。于是村民们作罢，没有再要求处死她，这也体现了马来西亚村民的一些善良。已经成年的四妹，凡是见过她的人都会因为震惊而回去做噩梦。她的样子确实令人恐惧，一张穿山甲的脸，浑身没有一根毛发，全身覆盖着鳞甲。她没有眼睑，眼睛像鱼眼一样圆溜溜的，眼眶周围红红的，像铁圈一样。她的鼻梁扁塌，嘴唇外凸，牙齿像獠牙一样向外突出。整体看起来确实有些像是穿山甲的长相。后来，因为四妹的存在已经曝光，她的母亲干脆带她去看了医生。许多著名的皮肤病专家都为她诊治，但所有专家得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无药可治。多么奇妙的巧合啊！在母亲怀孕期间，父亲和哥哥们围捕穿山甲，母亲还出了主意要烧死她。而后来出生的女儿竟然长得像穿山甲一样。这就是发生在马来西亚的真实故事——穿山甲女孩。这个故事听起来让人很有压力啊。就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吃了哪种动物，会不会出现类似这样的感觉？尤其是在吃猪肉比较多，那如果也出现这样的类似这个现象，那就很麻烦嘛。那我们想，我们不是那个动物，
我们不了解它。但是不管我们是一个成年人还是一个小孩子，我们自己被打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愤怒呢？如果我们被杀的时候呢，有没有仇恨呢？对。那这位可怜的张四妹呢，正好与前面他们家发生去捕捉杀害穿山甲这件事有关系。我确实也让我好好思考了一下他的故事。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常年去吃这个猪肉，那他生你就会生个猪宝宝吗？好像说也不是。那为什么这个会是？这个我们把说不清的，但是与决定这个事情有些关系的事情，就叫因缘。那么他这个是叫直白的，你看他的形象和几年前或者几个月前杀死穿山甲，好像有一些这种形象上的关联。那么这种关联性不是每一个杀生的人都会发生的。但是如果从形象上不会发生，比如说我常年吃猪肉，甚至我还自己把猪杀了，还给炖肉吃了，那你的孩子会变成猪吗？这也不一定。如果不变成猪，猪也有仇恨的话，所以就变成了你为什么总是喉咙痛？所以有些人在一直杀生就是抹脖子嘛，抹脖子。我们之前在马来西亚讲的很多故事中，就是有的他家养鸡养鸭，到时候他就只抹脖子。那么他家人得的病呢，都是与这个有关系都是什么喉癌、食道癌什么口腔癌，还有发生交通事故脖子撞断，所以这个很多这个因果的带来的灾难呢，它不是一个单方面说你杀了猪你就变成猪，不一定，它的会让你痛苦，它痛苦转化成不同的状态，比如说儿女不争气或者是你会离婚，或者你会由富变成贫穷等等各种让你痛苦的事情发生，这个是有可能的。也就是对方的复仇心不一定都让你变成他的模样，但是一定会带来可能的痛苦。虽然心情很沉重，但是我还想听下一个故事，叫这。好，那接下来这个故事呢，名字叫菜中菜是发生在泰国的一个故事在一个乡村中吧，有一对夫妻，那么还有3个乖巧的孩子，孩子都很小都是几岁的年纪。虽然非常贫穷，但是呢还是很快乐的。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家，就是像一个竹楼这样子的对。然后那个时候呢，也没有自来水，那他们的饮用水呢，都是从河边打过来的水呢，就放在自家的3个大水缸里大水缸呢就放在他们这个竹楼旁边然后也是有树木掩映就这样子就是做饮用水的存放的。那话说有一天呢，就突然发生了火灾因为他那个房子都是竹子木头这样搭建的嘛，所以一着火就很快就燃烧起来。哇，村民们也都纷纷都跑过来帮助救火大家就是慌乱之下也忘了说旁边有这个水缸，还就是因为附近也有河流，就都跑到河流里边去取水去这样灭火然后大人们都在忙着灭火嘛，也就忘记了3个孩子了3个孩子自己也在寻求这个生路那最大的哥哥呢，就是还挺聪明的，然后拉着小弟弟小妹妹说，你看我们有3个大水缸水能灭火的，我们就跳到缸里面去，就可以避开危险了哥哥就把小弟弟抱到一个缸里边，还给他盖上盖子，又把小妹妹抱到另一个缸里边，然后又给他盖上盖子，自己跳到第3个缸里边，也把盖子盖上了然后大人都在手忙脚乱的去灭火嘛可是很长时间过去的话，也是没有灭的火。
那房子就已经就坍塌成废墟了哈。那废墟到时候呢，当时也就天黑了哈。这个废墟中到底还有什么，大家也没有办法再去挖掘了。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才想起来，哎呀，我的3个孩子哪里去了？孩子哪里去了？到处寻找，但是一片黑暗嘛哈，也不知道，也找不到啊，那就只能就是等到第2天吧。第2天天一亮，村民们又帮着他去寻找。哎，突然有一个村民就发现说，已经被火烧倒的这个房子的废墟下面，哎，怎么好像有缸的样子哈？扒开那些砸在上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哟，这还有3口大水缸哎！然后往里边一看，那个盖子也都烧得乱七八糟了啊，也是这竹子木头的盖子嘛。然后一看，哟，里边一个孩子烫死了。第2口缸也是一个烫死的孩子，第3口缸也是烫死的孩子。就3个孩子，他们躲到水缸里的时候，那个火还没有那么大，结果火越烧越大，越烧越大，就烤的那个缸里的水越来越热，越来越热，孩子也没有办法往外逃，就活活烫死在缸里面。哎呀，这个爸爸妈妈垂头顿胸啊哈，坐在地上，哎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说我们的房子一无所有了，我们还可以再建，可是3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就惨死在面前，让我们怎么过这个人生啊？哇，哭得不行哈，真的是太绝望了啊！那因为泰国它一直有这个信仰佛教的传统，那夫妻2个人就说，算了，我们这人生也没有什么希望了，我们去出家吧哈，到寺庙里去吧。啊，那2个人就手牵手就往那个寺庙里边走。一路上这个爸爸就说，哎呀，真是报应啊，哎呀，真是报应啊，没想到啊，现世报啊，报到我的头上啊。就这样一路就这样叨咕这句话。到了寺里边，他还在这样讲嘛，那个寺里的住持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说这是报应啊？难道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原因吗？爸爸说，我知道啊，说我这个人呐，就是喜欢做菜，喜欢吃东西。每当春天的时候呢，就到池塘啊，还有田埂中插秧的那个田埂中啊，我就去捕捞那个小鱼苗。因为春天的小鱼苗非常的鲜嫩啊，我捕捞上来之后，到家里清水先养一养，之后呢就用那个空心菜切成一段一段的，再跟小鱼苗一起放到锅里边去煮。那小鱼苗就感受到那个水温越来越热之后，它们就纷纷就钻到那个空心菜的杆杆里去躲避那个热啊。但是呢，肯定水是越烧越滚，越烧越滚嘛。最后鱼在菜里面就炖成了一锅鲜美的汤啊。就说这个菜中菜呀是非常鲜美的啊，所以他就乐此不疲，经常是捕捞这个小鱼苗做这一道菜中菜啊。那甚至有的时候呢，他在田埂中去捕鱼的时候，有一次还有2条大鱼跳出来就落到那个田埂上，就用绝望的眼睛就看着这个爸爸，鱼又不会讲话那又从水里出来了，只能就是张嘴，这样就好像无声的抗议，无声的哀求一样就好像说放了我的宝宝们吧，放了我的宝宝们吧。可是这个爸爸也是不动任何的恻隐之心结果把2条大鱼也捞起来，说哎呦，今天可是收获很大，除了小鱼苗，我还带了2条大鱼回家，也一起就宰杀就吃了。所以呢，你看，就是回想起来他自己这个悲惨的遭遇，他3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也是躲在水缸里，也是活活的被烫死，就跟当年那些小鱼苗一样，成了他的盘中菜所以夫妻2个人就是跟这个住持讲了自己这样的一个因果的现世报。那夫妻2个人呢，那就余生一直都在寺院里边忏悔终生好，感恩师父。就是越听越让人心惊胆战就是无论家里的妈妈还是餐馆里的厨师，就想方设法呢要取悦于吃饭的人
总希望自己让别人觉得自己很聪明。你看，我又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菜，这一家这个爸爸呢，正好在泰国嘛，东南亚，所以这个只要有小河的话，想取到这个小鱼还是很容易的，也感觉自己很聪明。你看这个水一煮，小鱼就往那个空心菜的菜杆里那个空心里钻，他觉得这个几乎快赶上这个科学家了，那怎么能想出这种馊主意？我觉得在发明的时候，也许是个巧合，也许是观察来的。我相信他确实没有想到会带来这样的一个报应。你看他的三个孩子死亡方法，死到那个罐子里头，水缸。像东南亚很多国家，在过去用自然水的时候，就自然界的水，无论雨水、河水还有井水的时候，通常就在家里院子里放几个水缸，水缸多不多存水嘛，就是这样。想不到有一天房子起火了，这个孩子就死在里面了。这个死亡的这个状态，就和爸爸发明这个菜中菜非常的那么相像啊。我记得在《地藏经》中还是讲到，是吧？一个人的母亲，也是地藏王菩萨的有一世的母亲，是吧？对，贪吃鱼子，对，你看鱼子和小鱼苗同样的关系，下地狱。这个故事和佛讲的这个故事非常的雷同。其实大家都不会觉得，有一种概念，这个是有个说法吧，叫做万物有灵。万物有灵。当我们上一个小鱼子到小鱼苗，或者一个小小的鸽子蛋的时候，就站在人类就是告诉自己，我是杂食动物啊，我这种人类的这种状态就是什么都吃的，把这个状态发挥到非常就是不得了的状态呀。要从母亲养孩子来说，这个不是过错，但要说什么都吃的话，也是分这个年代和经济状态，对不对？所以比如说这个年景呢很差，农民没有收成，没有米吃了，就要饿死了。那个时候就是抓住什么就吃什么，这个还叫有情可原。那在当今的社会，像1990几年，最早就开始弘法，就在中国广东的广州市，那里就是广州呢，可能至少有1000多万人口，那处处都是餐馆，有很多餐馆为了吸引客人，就是弄得什么都有，就像一个野生动物园一样，还有孔雀，也在里，也属于叫炖汤吃肉的一个食物，那里我也见过，好像有穿山甲，好像平时因为当今呢，我们活在城市里，很少见到的一些南方的小动物，有很多我确实没有见过，各种各类的，这也奇怪了，它也不缺米呀、肉的，它不缺这个食物，但是很多人一说，哇，今天哪里有一种从来没见过的一种野味，赶快去吃。人这一生做人做事就是这样，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有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事可以做，有些事不可以做，也就是有一个基本的叫做人对社会当中有一种规范性，这些规范不遵从，是非就来了。还有很多动物是很具有灵性的，长寿的龟甲类还有鱼类，它是有这个灵性的。这灵性的动物如果遇上一个很灵的，活得超过100年或者几百年的，这个叫你给杀了吃了，可能容易出问题。我今天也不希望让你觉得自己吃过很害怕，确实不是我的意思。但是你害怕是你的一种感觉，我听着都害怕，我都没吃我都害怕。
所以我刚才讲的说，如果在这个社会当时没有饭吃，天下出现大的灾难饥荒，这个有情可原，你什么都吃哈。这个当你有米有面能吃的时候，你非要去馋那个嘴，就什么都吃，这些动物和你的生活和你所需要的人体营养没有丝毫关系，和你的健康也没有丝毫的关系。就是越罕见的动物，它身上的 DNA 和病菌是你所不能抵抗的。我这样说就明白了吧？在马来西亚是个热带地区，其实什么动物都有。我亲自见了，我去那个云顶那个路的时候，我没去过云顶赌场那里，半路那个地方叫啥？他们叫什么高原来着？金马伦高原。对对对，我去那儿，半路上看的那个蜥蜴，那个四脚蛇，比猪还长啊，至少足足2米，那个腰像水桶那么粗，其实很凶猛，就像古代传说那个龙一样那个样子，横过马路啊。你觉得又兴奋又开心啊，还有一种恐怖的感觉。你拿来咔刀子一砍，给它炖了吃了，多可惜啊！它伤害过你吗？它没有啊，它和你生活没有关系啊。你杀它干嘛呀？你吃得了，你消受得了吗？不是消化得了，你消受得了吗？就它的那个能量能给你带来健康吗？没想过吧？以后请你记住，你就吃一块竹笋，像熊猫一样吃一块竹笋啊，吃一个月饼，你也考虑这种东西我能消化得了吗？你一定要想这件事儿，如果不想就会容易出问题了。应该还有一份对世界的一个恭敬的心。好故事还有，世间有万般苦，其实那是因为人性中还有万般恶。在人世间，有一种揪心之苦，就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人贩子把家里年幼的孩子贩卖，那就是人世间的活受罪。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让父母肝肠寸断，孩子也承受着无尽的折磨。所以我们大家对人贩子都是咬牙切齿的痛恨。接下来要讲的是一个关于人贩子的故事，这个故事最终还是很解气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四川省，大约在1986年到1992年间。那时候有一群人贩子特别猖獗，其中有一个女人叫彭红菊，她和她的丈夫组织了一个人贩子犯罪集团。从86年到92年，差不多6、7年的时间，他们这个犯罪集团一共贩卖了80多位小男孩、小女孩，导致85个家庭家破人亡。此外，他们还贩卖了10几位妇女。后来，公安警察系统破获了这个犯罪集团，一网打尽，抓获了以彭红菊的丈夫为首的44名犯罪分子。这本是令人大快人心的结果，但让刑警队队长耿耿于怀的是，彭红菊本人却在行动中逃脱了。彭红菊虽是女人，但犯罪胆量极大。她亲自贩卖了10几个孩子，甚至还贩卖过一个孕妇。这是何等罪大恶极！本该给家庭带来新希望的孕妇，却被她卖掉了。这个女人的心狠手辣，可见一斑。她之所以能逃脱，是因为当时在抓捕行动中，她趁乱逃走了。而在80年代的中国，没有大数据，没有联网系统，也没有遍布的监控摄像头，警方甚至连她的一张照片都没有。所以当她逃走后，刑警队无法精确描述她的长相，没有办法掌握她的逃脱线路，不知道她逃到了哪里，真是大海捞针。但是刑警队深知彭红菊罪大恶极，她内心十分狠毒，如果让她继续逍遥法外，她可能会继续作恶，继续贩卖儿童。因此，刑警队痛下决心，
一定要将他抓获归案。从1993年开始，每年春节他们都会到他家里埋伏。为什么选择春节？因为彭红菊自己也有3个女儿，最小的女儿才1岁半。警方推测，作为一个母亲，她可能会在春节期间想念女儿，回家探望。这一点很讽刺，她把别人家的孩子卖掉，却对自己的女儿有感情。就这样，10多年来，警方每到春节都在她家埋伏，但始终没能抓到她。尽管如此，他们从未放弃，这种精神真是令人赞叹。直到11年后，刑侦队大队长从另一个案件中收到了一条含有彭红菊线索的信息，他欣喜若狂，终于有机会可以抓到这个恶女人了。于是，他带领刑侦队员立即前往山西省一个极为偏远贫困的村庄夺印村，最终将彭红菊逮捕归案。那么问题来了，中国这么大，四川人彭红菊为何会逃到山西，又为何会被发现？当手铐铐上他的那一刻，彭红菊吐出一口浊气，轻叹道：“我终于解脱了。”这让警察感到困惑。在随后的审讯中，他的逃亡经历被揭开了面纱。原来，他当初逃跑时十分狡猾，从四川直接逃到了内蒙古潜藏起来，因此警方一直无法找到他。几年后，他确实因为思乡心切，想念自己的3个女儿，这种做母亲的本能让他放不下孩子。他以为过了这么多年，风头已经过去，人们可能已经忘记了他，于是决定冒险潜回家乡。他搭上了火车。在那个年代，中国的铁路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从内蒙古到四川需要换乘多次。在火车上，他遇到了一个自称是四川老乡，两人聊得很开心。他当然不会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只是说想回家看看自己的女儿。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那位看似热情的四川老乡，竟然也是个人贩子。2个人贩子在火车上相遇，各怀鬼胎。就在转车的时候，彭红菊被这个热情的四川老乡以3500元的价格卖给了山西一个放羊的人。这是何等的讽刺和因果报应！人贩子彭红菊竟然也栽在了另一个人贩子手里，他就这样被卖到了山西最偏远、最贫困的夺印村，成了一个放羊老头的妻子。在审讯中，警方得知他在那11年里，总共只洗过3次澡，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每天就是在家里干活。如果不顺心，那个放羊的老头还会用鞭子打他。他曾经让那么多的孩子和妇女受苦受穷，挨打受辱，如今这些痛苦都加倍地回到了他自己身上。而且在被抓捕时，他已经中风，半身不遂了。那个老头从来没带他去看过病，直到他被抓捕归案后，警方才带他去做了一些治疗，但他已经无法正常行动了。刑侦队大队长将他带回四川后，尽管已经过去了11年，但他当年在当地造成的创伤丝毫未减。消息传出后，万人空巷，所有人都想出来看看这个恶贯满盈的女人，对她唾骂，甚至恨不得上前殴打她。最终，彭红菊被判处死刑，万人拍手称快。在行刑前，他提出想见见自己的3个女儿，但他的女儿们和老父亲都拒绝见他。他让那么多父母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如今他自己也永远见不到自己最疼爱的孩子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世间万般苦，确实源于人心中的万般恶。彭红菊和她丈夫的恶行，
给世间带来了那么多的痛苦，而他最终被抓捕归案，自己也被人贩子卖掉，尝尽了所有的痛苦，这可谓是大快人心的惩罚。这就是人贩子彭红菊的故事。所以重要的事情，好的和不好的，就自有它的因果关系。有因就有果。那释迦牟尼佛给了我们一个出路，让我们既相信命运，也告诉我们一个就是能够革新的路子，是命是可以改的。那我们的要体会到说，我现在我要离苦，我要解脱，我精神中人生中、家庭中、子女婚姻等等当中发生苦的话，我要想改变，那就是行善，做一个慈悲善良的人。前面讲到的这4个案例，每一个就是他的证据对，他绝对发生了这件事儿。那么第一个不孝子，是吧？最后一个贩卖人口的女人贩子，使他自己家破人亡。就这么一个骗子，还在阴沟里翻了船。他光骗人了，他没有想到又遇上个骗子，他自己又遇上个骗子，还真叫人给卖了。这他做梦都想不到。这也是个因果关系让他体会一下被拐卖的人卖出去之后，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在温哥华，加拿大的温哥华，这已经20年前的一件事儿。那时候我传法度的人很少，开始不久的时间。我认识的一个过去在中国跟我学过的，那个时候就相对年轻，年龄和我差不多。那个时候，他们经常给我唠叨说买个房子，想买个房子，他们存的钱是够，怎么都看了3年，后来看到5年，看不到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房子。他不是说很挑剔的，但是他要的那个基本条件也并不高。他看了至少200所房子，他都觉得有问题，不能买。有一次，这个小两口就问我：“师傅，你看一看，这怎么？我不是说不花钱我花钱了，我要的条件并不高我怎么就买不到让自己满意的房子呢？你帮我看看。”他都让我看，我就是看看。我说：“就你那个，我给他俩说，我当时分不清是谁的问题。我说你们2个其中有没有人说？因为我看到一个场景他喜欢弄什么呢？比如说蜂窝，第一个毁蜂窝，第二个呢弄那个蚂蚁窝。这个弄蜂窝的时候不知道用火烧还是怎么回事蚂蚁窝浇开水倒硫酸，他觉得自己在做科学实验，不行再加点醋，再加点酱油，再加点辣椒，加点胡椒粉等等的，他很有成就感。没想到里面那么多的蚂蚁爬出来，让一大群蚂蚁无家可归，让一次一次的蜜蜂蛀那个蜂巢这才弄得无家可归。我问他们俩：“那你作为他太太，这个你买不到房子的时候受牵连呢？”她老公说：“既然师傅看出来，说我后来一开始反对，后来他帮我一起弄，专门弄蜂窝，他也不是赚钱，就这个臭毛病，走到哪就到处看蚂蚁窝呢，就到处找了之后找开水找什么东西，想方设法去搞这个破坏，好玩嘛到后来去忏悔，他为了买房子忏悔是比较真诚嘛。后来好不容易买到，但是你伤害了这么多的这个动物昆虫，没有房子住了，而这个问题还会发生发生什么？我说那你是怎么弄蜂窝的？他说点火我说那你要小心你们家火灾。7年以后他买到房，到住了第3年他家火灾。
那好不容易说他幸好在温哥华他买房都会有那个保险嘛，保险公司帮他赔了住了几个月，半年以后漏水。等他们上班去了，他都是那个2层小楼嘛，从上面的主卧室爆裂的那个排水管、污水管就是排到了他这个第1层楼的那个屋子里头，全是一些脏水粪便，让你尝尝，你用各种方法去浇蚂蚁窝的那个体会。他就说怎么那么倒霉？我说还不止这一次，你弄过多少次蚂蚁窝呀？怎么这么倒霉？你们俩跟我说话的时候像个学佛的人，等干事的时候像个恶魔，像个流氓，这是要受惩罚的。完了他反驳我，都是师父没教我，我怎么知道你后腿去伤害这些小昆虫类的呢？对不对？我们也没有天天在一起啊，我怎么知道你去干这个事情啊？谁教你去做了？他俩是异口同声说，就是因为好玩。而那你这种没有道德的行为，我说要深深的忏悔，如果不忏悔，因果报应还在后头，那接下来还会家破人亡。所以当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甚至觉得是有沾光有利益的时候，往往我们还都是想方设法说他吃亏没关系，只要我沾光就好。所以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下吧。那个穿山甲那个动物，就是很多动物你不吃，难道还真缺那块肉吗？缺它的营养吗？穿山甲给你带来任何的营养，你懂吗？这个不懂啊，对不对？和营养没关系，就是觉得今天我看到你了，我就应该把你给弄死。如果是这样，那如果反回来说，咱们脑洞大开一下，如果你是那只穿山甲，你会原谅他吗？是不原谅的。所以我们很多的行为其实都是在故意伤害。就是说，我就看着你痛苦的样子，看着你的痛苦的样子，所以我很快乐。我看到蜜蜂找不到家的样子，我很快乐。我看到蚂蚁到处乱爬，给气的找不到自己的窝的时候，蚂蚁拿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很快乐。我还看到在那个网络视频上，有人发现一个大的蚂蚁窝，把那个铝还是铅烧溶解之后倒进去，出来做个艺术品。做什么艺术品呢？那个大蚂蚁窝他们拿那个东西出来之后，里头是很多树杈一样的那样的一个东西。他觉得我回来我洗一下放在那儿，大家谁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其实是把那个烧溶解的那个铝和铅之类的就倒在了大蚂蚁窝之中。不仅仅整个一窝上万只蚂蚁全部死亡还有自己拿来做一个艺术品，那你想会不会发生因果关系呢？无非就是说我们懂不懂得这个因果是怎么样发生的。这个蚂蚁窝被你给干掉了，蚂蚁全被你杀死了，那么之后你会发生什么东西，可能你自己也不知道。你会不会3年以后变成疯子呢？不知道。那为什么人好好的突然间被疯掉了？人也好好的突然跳楼了？还有精明无比的人上了骗子的圈套，把自己信仰的神佛的那个供养他自己没有，可是谁也就是任何人都拿不出他的钱来，对不对？而且他又很聪明，并且被人5天以内把他所有的存款全部骗光。这不是他没智商，是报应。就是人就是说我想赚钱买个房子，这个概念不是罪过，知道吗？你比如说你打工好好非常非常辛苦的，有人打2份工3份工
好不容易存了20年存款，说我买个房吧，结果房还没有买，就被骗子给骗走了你所有的存款。难道你是那么容易被骗吗？为什么那一会儿你的防备心就没有了呢？不是骗子太高明，是业力的呈现。大家听说过有一种现象叫鬼打墙吗？听这个词有点害怕哈。鬼打墙是什么现象呢？我听好几个人给我讲过，我们谁都可能会发生。你去一个地方不是很熟悉的地方，无论走路还是开车，你就想方设法，尤其是夜晚之间哈，夜晚的时候，你就在那儿都留了记号，那个门牌号都很清楚，甚至是当代还有那个 GPS 给你导航，对不对？一样鬼打墙。你可以就在这样一个街区里头徘徊4个小时开不出来，但实际上一共是在2公里以内的范围一直在徘徊，就是找不到出路。为什么叫鬼打墙呢？就你那个出路你是看不见的，就好像鬼呢把本来的出路像墙或房子一样的这样障碍物让你看不到出路，那叫鬼打墙。很多人都发生过。那一旦出现这种比较非常痛苦、强大伤害的这种现象，它发生的这个原因呢，一定是本来你带给人家的伤害，你把一窝蚂蚁给弄死了。那现在在场有人同学就会想，蚂蚁那么小，它报复性那么强呀？佛说众生平等，10000只蚂蚁形同你杀了10000个人，可以这么理解的，不是众生平等吗？从男女平等到众生平等不一样吗？瞬间叫你一下子单掉一个蚂蚁窝。所以当这个因果业力要呈现的时候你做的错事变成报复性的结果产生的时候，是你躲不开的。还有呢被我指导，等我知道我看到的东西之后，说你赶快做这个功德那个功德，他就说为啥呀？为啥呀？尤其是说为啥让我花了些钱呢？我说你过去的业啊，我怎么知道我过去的业？一般这会儿就有疑惑了，就是信不信的问题。那我看到了，他自己就当事人自己不知道自己有这些问题。你问我的，我看到了我就说，我不可以瞎编呢。问我出路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看不到出路。他问我出路的时候说有灾难都在前头，问我出路的时候我就想方设法找他的出路，好不容易找出一个出路来，让他去做那些事情来解决他这个灾难的问题。有很多就疑惑了，我就觉得如果没有信心，觉得师父是在骗我们，是这样的话，师父就可以拿到很多钱。那我们拿那些钱的话，我想我拿你的钱，难道我把灾难也接下来吗？你们想过这个道理吗？谁敢这么做？对不对？不能这么做的。就像有些人法师说给人超度，灵魂超度不了，一闭眼睛全是鬼，天天缠着他。你这个灾祸你敢惹吗？是不可以的。谁敢惹这个？除非你啥都不懂，你惹了半天，最后你自己弄成精神病了，甚至跳河跳井而死啊！所以你说话要真实。那我们指导了之后，有些人就会信任师父你指导都赶快去做，这个可以。有一些说去点灯还花了1000块钱，这个我不行，这是花钱太多这个花1500钱太多，不行。就最省事的时候，弄3炷香才多少钱？最多3毛钱点在那儿，希望保证我的孩子考上大学，希望我老婆的癌症好了希望我找到最好的工作一年多收入10万块钱。一共3根香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尤其是有重要的业力的时候，3炷香佛也帮不了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个是没有出路，还有的时候找到不同的出路，有时候我们也救不了他不信。我们不求大家信，那我给大家诉说的是故事和道理。前面这4个故事都是真真实实发生过，最近
这几十年以内的故事。像最后一个人贩子是去年刚枪毙掉，你们自己上网查就知道了，去年刚枪毙掉，就是真实的故事。那有句话像笑话，如果有一天这个灾难就要来了，你坐的车上车眼看就撞了，你会干啥？通常就会念个佛号，甚至一惊啊啥脑子是空白的，想念佛都念不出来。机灵一点能念个佛，有时候念一句这个佛号也救不了你，因为比如说你杀生太多，还有的杀生不是今世杀的，是过去世杀的，还有的也没杀太多生，就是不孝敬父母，老天就要收你。这会临时念那句佛号也没用，叫死到临头啊就晚了。就像癌症4期来求任何的名师大师没用了，到第4期癌症扩散到全身了，只能等着走了，就没有用。但是人呢，比如说你有预知功能啊，看到某人有这个灾难要发生，只是有灾难这个人自己不知道啊，所以因为不知道，所以不在乎。所以告诉大家哈，还有很多年长的修行者说这些道理懂了，而且不作恶，经常修行念佛行善，你就想未来往生到如果佛教信仰中最高的那个状态往生佛国的话，那你也需要有功德，少业力。比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说可以带罪往生，带业往生，但是业太多也去不了。你要去多做功德，你的业要少，罪少啊，就罪恶要少，功德要多，把你往上接引的时候，就是瞬间就给你接走了。所以很多老人家走的时候很吉祥啊，自己和家人都看到了佛菩萨的接引。所以就是想求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你也需要修心修行，要有功德啊，业力最好是能还的尽量还了它啊，多了功德永远的是好过于罪业太多。那还不到那个年龄的人呢，也希望自己和家人一切都是吉祥的啊，也希望好好思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伤害就是你有没有做过，如果有，人家原谅你吗？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
天看来